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永恩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永恩说实话他是变相削弱因为他这个英雄是纯机制到后期很强，那前期的话之前是有装备支持，所以在线上或者说这打野位置，所以前期遭得住。现在是什么银血剑然后那个训刃都惨遭大削，也是也不算特别厉害的削了，但是削完以后就没那么强势了，就比较平庸了。这里的话睁眼给到了这个位置，看到了对面的梦魇。现在像这种刷法的话，石头开，然后刷到对面的那个往下刷的话，那说明他就不想管这个狗头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控线去折磨这个狗头了。前期的话不好打狗头的，因为永恩的前期伤害也并不算是特别爆，但打狗头是绰绰有余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尽量把兵线推慢一点，然后用 E 技能打一下消耗，把血量压下来。然后，对面想打 all in 吗？3级的，想那个2段 Q 到，但可惜不给机会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 A 塔，不用去管他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敢打就直接突塔的边上进行消耗一手，这里再 Q 一下。像这里面你打狗头的话，就要带这种不灭，让自己的那个消耗能力变强。像 E 技能放出来以后，一定要等有技能的时候 E 上去，或者说可以等一下，就是在塔里面打爆发的时候。让技能瞬间在1秒内打出来，要再拉出去。这里盲僧过来了，那对面想开大招直接吃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扛一下塔，让盲僧吃掉人头。辛德拉过来了。像如果打野不来帮忙的话，就直接吃塔皮就行了，不要想着杀他，因为狗头你杀心越重，在塔下的话容易被反杀。狗头最希望的就是这样子。这里的话兵线过来了，直接控在塔下，然后打野直接过来抓。对面打野不管这狗头，那这边的话可以早的把优势拉大。优势大点，再强势说要直接塔下强杀他就可以。对面狗头基本上炸了，打不了的。等银血做出来，狗头更打不了，因为狗头连消耗永恩的机会都没有。像后期的话，就完全可以利用。就推完线就完全不跟狗头对了，因为狗头中后期起来的话也不是很好打，因为有可能会被只要失误的话，还是有可能会被对面反杀的。对面打野又去抓下路了，这里一个 Q， 这里上来用 E 打输出，但半血了。对面梦魇没大的话，这波对面梦魇也不好抓的。他不回家的话，可以尝试在塔下强杀。吃塔皮对面有大招，大招没了，看看找机会吧。这里狗头 Q 了一下那个永恩，掉了一个大爆车。
这里骗个盾，看似在 Q 那个谁那个梦魇，其实是用 Q 跑路。这里用 E 打断对面回城，不给他回。哎呀 ，Q 短了。那波打断的话，这个狗头就直接炸了。但这里的话，给他回去补了波状态，传送回来，那就有点亏喽。直接做个重伤先了。然后绝活哥这边的话，下路是炸了的。其实这把也没那么好打，必须得让自己的发育提一下速。这个狗头的话，应该是个新手狗头。一般狗头的话，不会用 E 去消耗兵线的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只会让那个兵线。这样子血量，对面狗头有大招，但不怕。这里做了重伤，对面的回血能力差了很多。这里用大招，这里的话就消耗它就行了。没 E 的话就不要进塔去消耗。如果有风，如果在塔外的话，就完全可以用风去吹它。哎，对面应该又回城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吃一下塔皮。别人都是主 Q、主 W、主 E， 他是什么？他是主 B 的，主打一个回城。饮血卷做出来，可以去打团了。像饮血的话是平 A 的状态下产生暴击的话，可以获得更多的回血效果。这里大招进场，用 E 收掉狗头 Q， 但 Q 不到，那没办法，回去中路吃一下兵线，然后回上路。这里辛德拉，那肯定在那里妨碍他回去守线，但盲僧会去上路。这里中单来了，该撤。然后帮打野把先锋拿到，这样的话2个资源都到手了。这里 Q 过来 ，Q 慢了，应该早一点。现在的话，你打狗头就完全没必要去跟他再对线了。你塔已经推掉的情况下，你就推完兵线，然后回中路，这里找机会蹲就行了。实在不行，如果说对方下路打野漏了，哇，这里用 E 抵消了对面的牛头的顶，不然的话就死掉了，很细。这中路压力好大呀！这牛头也玩得很厉害，这个牛头直接闪现 WQ， 然后梦魇飞大，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辛德拉的大招，如果是中单的话，这个局已经死掉了，还好是永恩。那这波的话可以尝试游走。来中路有 E 的不怕，找机会。有眼应该 E 技能逼劝退对面。
盲僧在一个大招踢死一个大招接 Q， 因为大招在飞的过程中呢是能接上100%接上 Q 的，除非被对面挡掉。这里的话来杀狗头先，牛头的话就算被他溜的没关系，毕竟他就是个辅助。这里跑掉了啊，预判了一手预判 Q 要接 W， 直接一技能跑路。就是有 Q 2段 Q 的那个永恩，他的上限，他的那个选择就特别多。这里 E 回来再打，知道对面肯定会已经跑过来了，所以先 Q 出去，再 E 回来把这个三郎，但可惜没有吃到，被对面那个谁啊，辛德拉给拿掉了。哦，这牛头很细，但这边3个人，哦4个人，输出拉满了，辛德拉被坑了。这样的话，一拉回来，打到最后1秒，因为你是上单那个什么不灭之握，然后加3绿的永恩是特别能扛的，不怕。只要你不是吃对面3个人大招，你就是能 C 的，啊，你就是能扛一点。这里的话飞回去，这里回家完以后再传送出来。那这样的话破甲小破甲工作出来，对面的话除了牛头开了大招是能扛得动永恩的，其他人是扛不动的。这样的话，先那个大龙又拿到手了，这里找到对面的射手，秒掉。哎，但是那个牛头玩得很好哦，没有秒掉，被牛头顶掉了。这牛头是玩的是真好。很果敢的一个牛头，闪现过来直接顶。要是有这种牛头，射手真的很舒服。但对面射手好像不给力，就优势都拿成这样子，还是维鲁斯。说实话，哎，也是这边绝活哥，这绝活哥，哎，这里的话等 E 不能着急，你 Q 上去的话可能出问题的，没有大招，主要还没有大招。这线的话一路往前推，利用大龙找机会就好啦。啊，利用 W 和 Q 啊，找个机会消耗。这里 Q 上去 E， 找机会 E 技能爆死对面的。哦，像召唤师的进化和那个水银的进化是不一样的哈。水银的进化是被控制的时候是没办法进化的，必须得就是那种秒控，比如说你释放的时候抵消对面的控制。但召唤师技能的水银不一样，召唤师技能水银是无论你被控制的情况下都可以解的。啊，对面牛头，这里中单被杀掉了，这里帮中单报仇了。这里大招但空掉了，对面好像往后走了，没给位置，毕竟是盲视野嘛，能命中的话也是啊，对面给机会。这狗头还在 Q， 我天，还在跟自己的兵线做生意是吧？这里队友那边估计被抓了一手，打起来了。啊，盲僧掉了，那这样的话直接来推高地塔。
维鲁斯的话没闪，可以杀掉，直接秒掉。这里 W 给个护盾，像 W 刮到的话是有护盾的。这里大招直接秒掉对面中单，五杀有没有呢？但这个血量啊，对面好像不想给，因为已经不好打了啊。对面的护盾也没了啊，但狗头还在，那就杀不了了。毕竟对面还是有翻的机会的，但绝活哥应该不会给，对面也不给五杀，那这边也不给翻的机会。那这里的话做了个那个阴魔刀。影魔刀，然后配合死亡之物啊，护甲和法抗都有了，物抗和法抗都有了。这里牛头，对面直接飞过来，我天，这爆发还是蛮高的，但没有杀掉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打野掉，直接拿大龙，拿完大龙的话，就可以选择直接一波了。这里 WQ 破盾，但对面金身了，可惜大招空掉。这里没有 E， 有 E 的话上去直接打，直接放 E WQ。高分就是这种高分段配合起来就是舒服。就是队友懂你想干嘛，你也懂队友想干嘛，这种配合。对面稍微会玩的也就辛德拉了，然后牛头还行，牛头的话就是很大胆的操作。哎呦，这里的话估计跑不掉了，被拉回去，想再 Q 出来，但不给机会，让了一手。但是这里队友C 起来了，哎呦，这盲僧好秀哦，骗了那个牛头的 Q。那这局的话就这么轻松结束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，nice 咯。